当今的社会无欲炽盛，善知识难遇，人人忙于自身，衣食住行，处处欲外缘破灭，无善之时，依从大宝积经云：末法一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一念佛，得了生死。所谓业障重，退缘多纵能修行，不易正果。法华经云：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亦称南无佛，皆可成佛道。意思是说，散乱心念佛，皆能成佛。我们行住坐卧，多有时间念几声佛号，将来也一定可以成佛。表面上看，似乎念佛很简单，实际念佛法门可摄一切行门。至于哪一种方法，是于众生和时代的需要，要根据佛法的优势，选择简易可行的、切实可靠的、千稳万当的，有书可看的，有法可导的，有时间可学，而且一学就会，一看就懂才好。3种简单易学的念佛方法。第一种是做瑜伽，念佛就是心里默念，打坐也好，不打坐也好，自己培养了清静的心情，默念念佛，思念要集中在胸膛以下、肚脐以上，也就是在膝下位，上的位置不在前面，而在中间，把思念集中在这里，只耳不闻，眼不看，一心听念佛的声音，这时心会安静下来，只听到内在的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字字听到清楚，慢慢的念，这时候听到的声音是清晰的。如果听不清楚，便是心跑到外边去了，便要重新念起，念到一字一句都要听清楚，连念到108句也都能够听得清楚。这样虽没有得定，但与定也差不多了，因为念到108句能没有妄想杂念，做到一心不乱是很不容易的。久而久之，突然间念佛念停了，念不起来了，你再想念还是提不起来，这时候你感到清清楚楚，了了然然，既不散乱又不昏沉，这时候就是定。此后更需勤加练习，愈练习愈好，能做到这一步是千难万难的事。第二种是微声念佛，坐着念，念的声音只有自己的耳朵能听到，旁边的人如果没有挨得很近是听不到的。嘴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也是字字清清楚楚，耳听得到，眼好像仿佛也能看得到。每连续念10句，暂停一下再念。当念的时候当然没有妄想，杂念偶有妄想，这是初学的人常有的事，不去管它，还是10句的念下去。念了10句，休息一下再念，念时必须听得清清楚楚。到后来连自己身体都忘记了，到了这种境界，既不散乱也不昏沉，也可以得定，因为散乱和昏沉多半为身体所障碍。第3种是大声念佛，但也不要大喊大叫，把气叫开来，因为这样不但不会得病，而且没有好处。所以要把声音归纳到身体的内部，一口气一口气的念，等这口气念完了，等一会由鼻子吸气，待气息满了再念，这是配合气来念佛，便是无上气功。所以念过100天，把膀子一拉，可以发出劲来。这种方法不但内心的清净，身体也会好。但要注意一点，念时绝对要用鼻子吸气，吸得饱满。如果念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用嘴吸气，那不但不会得病，而且反有害处。所以特别要注意，当气不足，念不下去时，就得停进行吸气后再念。照这样念法，吸身才会得到益处，而且容易得定。念到最后你不想，念了既不散乱，又不昏沉，这就是定。这种念法采取大声念佛，同时会发出金刚之声，那时念的声音好像基石之声，这种声音可以影响旁人，他们听到了也会清净，有这样大的好处。还要注意一点，初步练习时应当静静的念，嘴唇很轻微的动，牙齿不动，只有舌头在弹着，气由体内发出，这样身体才有益处，也容易得病。念佛修心治病，弥陀经有言，7日一心不乱，即可得到究竟。一句阿弥陀佛，即把佛的果位常乐我净。4得慈悲喜，舍四无量心设计，静坐时念佛，眼一垂帘，面前只看3尺，耳朵细听自己心中念佛的音声，出声默念金刚念，或加观想，均随自己意乐。鼻根专闻佛前供，心中念佛，须字字分明，句句清楚，正身端坐，不得左偏右斜，前弓后仰，心中记数，念佛不乱。这就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中讲的，都舍6根，
静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古德云：至今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众生有84000种病，佛开有8万上千种药方，药无贵贱，因病则良。我们学佛就是专治心病，若想要治好别人的病，那就应在自己身上实践，还要注意对机施教，对症下药。所以认病和下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念佛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细节，一意念时常联想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如百千亿太阳。鼻息吸一口气，把佛经光全部吸收在头部，如光迅速，随出气念佛，立即照遍全身，到达各处。经脉凡不通者，一念即通，早晚均可运用此法。二气息，所以鼻息吸一口气，从1至5换气，再从6至10，字字句句要念清楚，听清楚，记清楚，才算实数。3计数满10句后，左手卷一个指头，这样左手5指轮流1卷1身，即算100。这时右手卷一个指头，右手1卷1身，即为1000。此3个注意事项最容易摄心，若养成习惯，听到鼻息声就想起念佛。一切活动行走乘车均可用此法。小道士认为，念佛人一定要发广大的菩萨心，终生无边誓愿度，只有发菩提心者，才能悲智双运，自他兼力，共同成就。发菩提心人的心量，如太阳普照大地；没有发菩提心人的心量，如屋内电灯，只照一世。对于喜欢念佛的你，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？如果平时也念佛，请回复5佛慈悲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还想知道其他关于念佛的方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